胡楚之战第2章，会中订婚宴第10集。到上海初见徐母王香平。1周后，严宝会去宁我轩照相馆取回与徐永道的合影。他从2寸照片中端详自己的眼睛，看不出眼肿。照片上的他眼神似喜又忧，靠在英气逼人、柔情似水的年轻上尉肩头。他觉得这张照片颇有好莱坞电影画报韵味。照片中沐浴在爱之光里的他，不太真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这家照相馆的摄影师善于捕捉光线、轮廓、神色，瞬间最优组合，使他和她比本人看起来秀美迷人。他很满意这张照片，对伙计说：“我想放大一张4寸的，1元3角。”伙计说：“能加镜框吗？”他问。他想把合影放在宿舍书桌上。能，另加5角。伙计答。他给徐永道寄去一张2寸合影。徐永道见照片，端详许久，小心翼翼把照片放进皮夹子，身边没人时就拿出来看看。他突然觉得发明照相设备的人真了不起，咔嚓一下就把瞬间留到久远，让人变老后对着照片追忆往日似水流年。他想，那天他穿军装和他恰巧经过照相馆，真是天意。原没想拍照，也是天意使梦中的他走进他的生活。不由得自语：上礼拜天他在你身边，此刻他在照片里，明天、后天、永远，他在何方？圣诞节前一天，徐永道带未婚妻严宝慧乘货航线火车去上海法租界母亲独居的家，让未婚妻和母亲见面。严宝慧了解到，未来的婆婆独立又坚强，和自己一样是职业女性。徐永道很孝顺母亲，并且从心里敬佩母亲。他对未婚妻说，他6岁时在海关做事的父亲病故，适逢上海仁济医院护士学校招人。24岁的母亲王香平打算报名学护士，毕业后能在医院有份高薪工作，撑起家庭重担。护士不仅薪水较高，夜班还有补贴。他说服开明的公婆前去报考。王香平毕业于教会女中，中英文好，容貌端庄，性情柔和，顺利考上。毕业后留在仁济医院工作。这次从杭州到上海，一路上徐永道跟未婚妻说起祖父徐崇德如何由粤到沪。徐家祖籍不在上海，而在广东。上海开埠那年，徐崇德生在浦东，由粤北来沪谋生的贫苦农家。徐崇德6岁那年，洪水泛滥，家中遭灾，父母无力养活3个孩子，把最小的崇德送到徐家汇天主教会设的难童收容所。徐崇德和其他几十名难童男孩在收容所里衣食住行有着落。神父教他们认字，给他们上圣经课。后来圣经课演变为专收男生的寄宿制徐汇公学。徐崇德在徐汇公学掌握了法文，还学通了英文，并国文听说读写，能做些文本翻译，
毕业后在商务印书馆做校对。他对徐汇公学很有感情，把孙子徐永道送到徐汇公学住读。徐永道的母亲王香平原在上海仁济医院做护士。128事变使他们在闸北的家毁了，毁于日军炮火。正愁无家可归时，一位教友告诉他，法租界有一位叫顾尔林的商人，正在为母亲顾老太太找兼职家庭看护，可以住在顾家，也可每天来顾家工作2小时，为顾老太太打针按摩。那时徐永道的祖父母已过世，徐永道在南京军校毕业，去法国受训。王香平独自在上海，家被炸毁，无处安身，只好应聘当住家看护。顾老太太一见王香平的面，听到湖南乡音，当即留下他。顾家离王香平上班的仁济医院很远，王香平搬到法租界顾家几周后，就转到离顾家不远的天主教会办的广慈医院，便于兼职做顾老太太的看护。王香平没告诉远在法国的儿子家园被毁，他到顾家做兼职看护，只说换一家医院工作，让他把信寄到新换的医院。这样瞒了他1年多，直到他要回上海看他，瞒不住了，才跟儿子说。今年初，顾老太太过世，妻子顾尔林带妻儿去夏威夷经商，暂不打算卖房，也不想出租。顾尔林感念王香平对顾老太太的周到照顾，信得过他的为人，让他继续住在顾家小楼，帮忙打理房子，象征性收点房租。他交水电费和电话费。顾尔林走前辞退了佣人。王香平从儿子徐永道的信中估计未来儿媳大概是哪类女子。他很了解自己的儿子，当他得知儿子就要带未婚妻来，特意买了乳白色新桌布，添一套带小勺的白色陶瓷咖啡杯并托盘，按儿子描述的严宝慧身高体型，去永安公司精心挑一件脱毛呢大衣给未来儿媳当见面礼。这件大衣可穿在冬季棉旗袍外，黑色翻领单排扣，长度过膝，端庄大方，款式经典，永不过时。徐永道和严宝慧在上海北站下车，叫一部祥生车行出租车。经过保罗布路12号时，严宝慧指着说，哟，快看，我哥以前的家，我从美国回来时就住这里，楼房是我嫂子的嫁妆。保罗布路12号曾是严宝慧的哥哥严宝光的家。严宝慧刚从美国留学回上海时寄居这栋楼，严宝光已去南京兵工厂任职，1个多月前把家搬到南京。给你写信时，我注意到你的地址，离我母亲住的顾家不远。他说，顾家？哪个顾家？他问。我母亲的房东顾尔林家。他答。顾尔林？他问。是的。他答。我嫂子的堂兄也叫顾尔林，住这条街。他说。很可能是同一个顾尔林。他说。说话间，出租车停在保罗布路24号。严宝慧一看，正是他嫂子顾尔林的堂兄，他嫂子顾尔杰的堂兄顾尔林家。这座楼也是上海顾尔基营造厂建的。严宝慧的嫂子顾尔杰知道小姑的未婚夫叫徐永道，也知道徐永道的母亲是护士，但并不知道照顾老太太的护士就是小姑未来的婆婆。几个月前，
严宝慧从杭州回上海不久，跟嫂子顾尔杰去过保罗部路24号，受顾尔林之托，到他家取几本书和物件，寄到夏威夷。那天，徐永道的母亲王香平还和严宝慧打过招呼：“永，我几个月前来过这里。上海有个叫大世界的游乐场，但真正的大世界比那游乐场还小，小到茫茫人海。偶然相遇的我与你，原来早有关系。看来偶然中注定必然，只是人类有限，看不透背后的必然。”他说：“慧，你再长大些，就会明白，世间没有一件巧事是偶然，没有不该出生的人，出生的人都是注定要来的。未出生落胎的，本来不属世界。千里姻缘一线牵，谁在背后造姻缘？”他说。他们下车，拎着行李走到保罗部落24号，按门铃。王香平开门，觉着儿子身边的姑娘面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看着他疑惑的眼神，严宝慧说：“徐太太，几个月前我和嫂子顾尔杰来过这里。”严宝慧的嫂子顾尔杰那天来找书，就是这么称呼王香平的。怪不得看你面熟。王香平说：“慧，不要称我母亲徐太太，先叫徐妈妈好吗？”徐永道说。严宝慧赶紧说：“请徐妈妈原谅，失礼了。”王香平说：“没关系，快进屋，外面挺冷。”他一边让他们进屋，一边接过严宝慧手里拿的东西，那是几盒杭州特产桂花麻酥糖，还有丝绸旗袍面料礼盒，说：“你们洗洗手，先吃些点心，休息一下，我马上烧菜。”又说：“煮点咖啡给你们喝吧。”“妈，你也喝咖啡了？”徐永道问。“我还是喝茶，专给宝慧预备了咖啡和咖啡杯。”王香平说。“让妈费心了，有茶就行，宝慧不挑剔。”徐永道说。严宝慧接过话来说：“我喜欢闻咖啡，但喜欢喝茶，白水也行。”王香平去煮咖啡时，严宝慧仔细审视房子。上次和嫂子匆匆来取东西，没注意看，这次他才发现，从房子外面看是洋楼，里面则是中西合璧。客厅离门口较近的空间摆着红木雕花方茶几和一组几件套棕色皮沙发。长沙发背后的墙上挂着巨幅油画，他从画中女郎穿着衣服式样并庄园建筑风格看出是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乡间。靠近厨房的饭厅有红木雕花圆桌，6把红木雕花椅，墙上挂着梅兰芳戏装月份牌。咖啡煮好了，王先平倒2杯放在茶几上，随后他把脱毛呢大衣拿来说：“宝慧，我买不起贵重东西给你做见面礼，这件大衣你试试看合不合身，若不中意，可去永安公司再换一件。”见呢大衣，徐永道很意外，但没表现出来。他接过大衣，站在严宝慧身后说：“慧，伸出手来，穿上试试。”严宝慧把大衣穿在深色纯蓝丝绸旗袍外面，配上乳白色羊毛长围巾，典雅又新潮。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很满意。让徐妈妈破费了，我正好需要呢大衣。这件大衣质地、款式、颜色、长度都是我喜欢的，谢谢徐妈妈。严宝慧说。趁严宝慧去洗手间时，徐永道说：“妈，这件大衣实在是很漂亮，很适合她。妈眼光真好，破费不少吧？”
他喜欢就好。这件大衣是用你每月汇来的钱买的。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